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近日，梅州一女子在吃了隔夜冰西瓜后出现了急性感染，送往医院急救，却检查出脓毒血症。女子送入医院时，已经出现了多次的腹痛、腹泻以及反复发热。经医生询问，表示自己这些症状都是在吃了一块冰西瓜以后出现的。他还表示，这块西瓜是前一天买的，已经用保鲜膜包着，才放进冰箱。通过检查，医生发现女子体内的降钙数是正常人的80倍，意味着病菌感染严重，若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就危及生命。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食物或者是饮料在制作或者购买后未能立即的食用完，于是就被留到了第二天。这些被称为隔夜的食物和饮料，常常引发人们的担忧和疑虑，因为大家普遍的认为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然而，关于隔夜食物是否有害的问题，科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一些人认为隔夜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要妥善的保存隔夜的食物，并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那么，隔夜的食物究竟能不能吃呢？隔夜的西瓜能不能吃？首先，我们进行了关于隔夜西瓜的实验。我们将一块刚切好的西瓜和一块隔夜的西瓜来进行比较，主要检测两者中的营养成分和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实验的结果显示，隔夜的西瓜中含有大量的阴性杆菌和阳性球菌，且菌落群严重超标，其中不排除含有肠道致病菌。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食用隔夜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肠胃炎等。那为什么隔夜西瓜中有那么多细菌呢？大部分的食用西瓜中毒都是因为食用了被大量细菌污染的西瓜导致的。西瓜本身含有的水分、糖分较高，对于细菌而言是非常适合滋生的条件。若把西瓜放置在室温下，就容易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此外，冰箱低温即使是让一些细菌处于休眠的状态，但有一些细菌更喜欢在低温的环境下生存。若这些细菌藏在冰箱，西瓜就是很好的培养皿。例如李斯特菌，在零下20摄氏度环境下也能够存活1年。它可以感染肉类、蔬菜、水果等，引起人们中毒反应。所以说，隔夜西瓜是否能吃，关键还得看保存是否得当。保存西瓜时，要用专门的切水果的干净刀和砧板，切开后尽快的用保鲜膜包裹好，并放在冰箱里面专门放水果的一层，与其他的食物隔开，避免二次污染。此外，西瓜在冰箱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时间过长，营养会流失，口感也会变差。只要妥善密封保存，隔夜的西瓜是可以安全食用的。隔夜水能不能喝？接下来我们进行了关于隔夜水的实验。我们将一杯刚烧开的水和一杯隔夜的开水放在相同的环境中，然后通过化验对比两者中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实验的结果显示，隔夜的开水中的微生物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而且种类也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只要妥善的保存，隔夜的开水并不会因为微生物的增长而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隔夜的开水是可以安全饮用的，需要注意要存放得当，饮用杯或瓶子清洁而且水质良好。隔夜茶能不能喝？然后我们来进行关于隔夜茶的实验。我们将一壶刚泡好的茶和一壶隔夜的茶来进行比较，主要检测两者中的茶多酚和咖啡因等的活性成分的含量。实验的结果显示，隔夜茶中的茶多酚和咖啡因等活性成分的含量明显的下降，这说明隔夜茶的营养价值确实是有所降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隔夜茶的营养价值有所降低，
但它并不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是可以安全饮用的。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避免喝含有茶多酚和咖啡因的茶，如绿茶、红茶、乌龙茶等。这些茶叶中的茶多酚和咖啡因在空气中会氧化，产生一种叫做茶酚酸的物质，对人体有害。二、避免喝放置时间过长的茶。茶水放置的时间过长，茶中的营养成分会被破坏，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可能会产生有害的物质。三、避免喝未密封保存的茶。茶水如果未密封保存，容易被细菌污染，喝下去可能会引发肠胃疾病。四、避免喝温度过高或者是过低的茶。温度过高的茶会刺激口腔和喉咙，温度过低的茶则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五、对于有特殊疾病的人群，如胃病、心脏病、高血压等，更应谨慎饮用隔夜茶。四、隔夜饭菜能不能吃？最后，我们进行了关于隔夜饭菜的实验。我们将一份刚做好的饭菜和一份隔夜的饭菜来进行比较，主要检测两者中的营养成分和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实验结果显示，隔夜的饭菜中的营养成分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但微生物的数量却有所增加。这说明隔夜的饭菜如果保存不当，确实可能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妥善的保存，隔夜的饭菜是可以安全食用的，但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保存方式。隔夜饭菜必须要在冷藏的情况下来保存，避免细菌的滋生。二、加热方式。再次食用时需要充分的加热，使食物内外温度均匀，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三、食物种类。有些食物如海鲜、豆制品、蘑菇等易变质的食物，隔夜后最好不要再食用。四、食用时间。隔夜饭菜最好在24小时内食用完，时间过长，食物会变质。五、食用量。尽量不要吃过多的隔夜饭菜，以免对身体造成负担。通过以上4个实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只要妥善保存，隔夜的食物和饮料并不会对人体的健康构成威胁。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虽然隔夜的食物和饮料并不会对人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但它们的营养价值确实可能会有所降低。因此，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食用新鲜的食物和饮料。五、如何正确处理和食用隔夜食物？首先要确保食物储存的方式正确。隔夜食物应该在2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在室温下长时间的存放，因为这样容易滋生细菌。其次，在食用前要将食物彻底的加热至少75摄氏度，以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如果是肉类或者是鱼类，需要确保内部已经达到了这个温度，然后避免重复的冷藏和加热食物，因为这样会增加食物变质的风险。最后要记住，即使食物看起来和闻起来都正常，也可能含有细菌。食品安全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科学地看待和处理隔夜的食物和饮料，尽量食用新鲜的食物和饮料，避免食用过期变质的食物，以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